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咪小学堂，我是花卷，我是胖弟，我是小菊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猫咪为什么会大软便。你家的猫大软便到底是小事还是警讯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在埋便便，我是在写健康报告。今天这集我们教你看得懂便便，就能更快判断该不该看医生。先讲清楚，软便不是完全水泄，它通常是能成型，但一剪就碎或边缘糊糊的。今天你只要记住一件事，3号最好，6、7号要警觉。来了，便便口诀时间。3号像小香肠，表面可能有裂痕，捡起来不太会粘沙。4号看起来比较湿，比较软，一拿容易断，这是软便预备区。5号一坨一坨，边缘清楚但偏软，常见于轻微肠胃不适或吃太快。6号泥状糊糊的，肠道可能正在发炎。7号水水的，脱水风险上升，尤其幼猫要很小心。给私生饲主一个重点，变化速度往往比单次长什么样更重要。如果一只原本稳定3号的猫，连2天滑到5号，通常代表肠胃正在失衡。你不要今天软便就狂换3种罐头，你是在抓凶手，还是在制造案发现场啊？下一章我们讲为什么猫特别容易软便。第一章我们学会看懂形状。那为什么猫的便便这么容易说变就变？因为猫是专性肉食动物，它的身体比较擅长消化肉类，高蛋白、高脂肪。如果突然吃到太多不适合的东西，像过多碳水、太难消化的成分，就可能让肠道来不及吸收水分，便便就变软。简单说，猫咪肠指比较短，所以你昨天偷换罐头，今天我就用便便跟你抗议。食物通过速度快，很多变化会在12到24小时内就反映在粪便上。而且肠道里的菌丛就像一支维持秩序的小队。幼猫刚换环境或压力大的时候，菌丛比较容易乱掉，粪便也就更容易软。最后提醒哦，猫咪的代谢跟人不一样，不要自己喂人用的止泻药。对，你乱喂，我就不是抗议，我是直接罢工。下一章我们就来看最常见的3大原因：饮食、感染寄生虫、压力。好，进入重点。猫咪软便最常见的3大原因：饮食、感染或寄生虫、压力。口诀很简单，吃虫怕，吃坏了，虫来了，吓到了。第一个，饮食，只要你最近有换饲料、换罐头、加零食、突然加料，都可能让肠胃一时适应不了。特征通常是精神大多还 OK， 但便便开始从3慢慢滑到4、5。第二个，感染或寄生虫。幼猫、多猫家庭、刚救援回家的猫，都要把这个排在前面想。常见线索是味道特别臭，粘液变多，反复好一下又软回去。你以为是你换罐头害的，结果其实是看不见的小东西在捣蛋。第三个，压力。搬家，家里来客人，环境吵，换沙，
甚至你出差不在家，都可能让猫肠子先紧张。压力型常见是突然开始，次数变多，但精神可能还行。先用吃、虫、怕把方向抓出来。下一章我们先从最常见、最好改善的饮食开始。没错，先别乱换3种罐头，我们教你怎么换得很安全。只要软便出现，先问自己3件事：一、最近7天有换粮或换罐头吗？2、零食有没有突然变多？3、有没有偷吃到人类食物？你以为你是在疼我，其实你是在考验我肠胃。如果你真的要换粮，请记住一句话：慢慢换，肠胃才跟得上。最稳的方式是7到10天渐进换粮。如果便便变软，就退回上一阶段，波停2天再往前。不叫今天 A， 明天 B， 后天 C， 我会直接把你列入黑名单。软便期间，先把零食按暂停，真的要给就选成分单纯的，少量就好。还有一个常见踩雷，牛奶、乳制品、太油的食物，很多猫肠胃不喜欢。很多软便不是因为食物不好，而是因为食碗没洗干净，碗壁那层滑滑的，看不见，但很容易累积细菌。还有湿食，开封后在室温放太久，细菌就会快速增加。原则很简单，放超过1到2个小时就丢掉或冷藏。最后教你快速分辨，如果是主要拉肚子但不太痒，比较像肠胃不耐受；如果是又拉又抓，一直舔到掉毛，就要怀疑食物过敏，建议找兽医规划排除饮食。你先做3件事，先回溯，慢慢换，碗要洗，湿食别放久。下一章我们就来看感染寄生虫，有些真的你看不到，但它很会捣蛋。感染或寄生虫这一类最麻烦的是，你常常看不到，但它真的在。如果你家是幼猫、多猫家庭或刚救援回来的新猫，软便出现时，优先考虑寄生虫。不是你喂错，是有房客住进我肚子里了。那要怎么判断呢？3个线索： 1. 味道特别臭； 2. 黏液变多； 3. 反复好一下又变回软便。有些猫精神食欲还不错，但便便一直不稳，这时候更要想，是不是需要检验便便。寄生虫不是每一次排便都验得出来，所以兽医常会建议连续几天采样，或用更精准的检测方式。今天没出现，不代表我不在哦。先做3件事，别乱用人类止泻药，把猫砂盆清干净，能分开就先分开，然后跟兽医讨论是否演变与驱虫。下一章我们来看第3大原因：压力。猫咪的肠子真的会被情绪影响。有些软便不是吃错，也不是寄生虫，而是心理紧张影响了肠子。猫咪紧张的时候，身体会分泌压力荷尔蒙，让肠子蠕动变快，水分来不及吸收，就容易出现软便。最常见的压力来源像是搬家、家里来客人、换猫砂盆位置、家中新成员、施工噪音，甚至你作息改变、出差不在家。你觉得只是小改变，我觉得是世界末日。压力造成的软便常见的特征是次数变多、量变少，可能带一点黏液，偶尔会看到一丝丝鲜红色。
而且有时候精神食欲还不错，但就是一直跑厕所。这时候重点不是止泻，而是减压。你先做3件事：一、维持固定作息，喂食、玩耍、睡觉，尽量同时间。2、给他一个安全躲藏点，纸箱、猫窝、安静角落。3、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费洛蒙或请兽医建议。不要追着我问你怎么了，只会让我更紧张。如果软便超过48小时没改善，或合并呕吐、精神变差、血便变多，就不要只当压力。下一章我们就用一张红旗决策树教你判断什么时候该立刻就医。不是每次软便都需要急诊，但有些状况不能等。第一个问题最重要，先看看精神怎么样。如果猫咪嗜睡、躲起来、反应变慢，就先不要犹豫，直接就医。第二个问题，有没有呕吐？又吐又拉，水分掉超快，尤其幼猫，这真的不要拖。第三个，颜色红旗，看到大量鲜红血、黑便像柏油、灰白像陶土或明显土黄异常，都属于不要等的范围。第4个，是不是高危险族群？幼猫、老猫、怀孕猫或有慢性病，软便更容易脱水、低血糖，门槛要更低。最后一个，48小时规则，精神正常，只有轻微软便，可以先照我们前面的方法做24到48小时观察，但超过48小时没改善，就该带去看。把这张决策处存下来，精神、呕吐、颜色、幼老病，48小时，你会更冷静，也更不会错过带爱猫就医的时机。如果你愿意，把你家便便形态描述给我们，我们可以一起判断你该先做哪一步。今天的猫咪小学堂就上到这里咯。希望这一集的知识能对你有帮助，让你更安心照顾猫咪。猫咪小学堂下课喽，拜拜，喵。